备开始啦！好，很开心。我高中同学80%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，就你根本没法聊了。人家都带着孩子来，然后呢，你啥都没带，带个包来。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？回老家的时候会有人问你解决个人问题了吗？就很多时候你回家你也要装出一副也要有面具。然后那段时间就挺累的，我要跟我爸妈来一个拥抱。然后我跟我们朋友一起喝酒啊，醉到天亮，特别想家。当我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之后呢，我就回了珠海，也没有顾上家庭，就跟他离婚了。哇，这个我一定得把我妈从老家带出来，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。结果呢，她妈妈就在手术台上就去世了。这是一个你几乎是想回避的问题。其实我现在还挺紧张的，我觉得他们好厉害。然后你工作不认真，什么都能成，什么都能实现。我想和世界谈谈。我想和世界谈谈。晚上的时候跟自己谈，白天的时候和世界谈。我是马薇薇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《我想和世界谈谈》。所以能走正确的路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要往弯路上走。首先欢迎曲景妍，谢谢。著名作家，而且是年少成名啊！很多人都说看着他的书长大的，其实他也是写着书长大的。然后呢，欢迎我很熟的这位朋友刘媛媛。不成功的人生，它只是不完美，但是它完整。他是超级演说家冠军的获得者，非常不幸，我也参加了那年的超级演说家，第2轮就被淘汰了呢。美少女组合，美少女组合。然后呢，这位呢就是最近大火的肖战。我们在之前也是认识的，那时候他在一个男团里哈。对。然后现在又通过演戏，然后红得要死。你知道吗？台下的工作人员有99%是你的粉丝。没有，就干好演员这一行就行。我们4个好像都不是北京人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说齐聚在北京这个地方啊。其实我们是想聊一个，就是说到底是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好呢，还是回到老家小城呢去干一些安稳的生活好？肖战是哪儿人啊？我是重庆人。为啥子分手总在下雨天？但是可能我的经历比较奇特一点，就是我大学在重庆上的，然后上完大学之后，然后去设计公司工作了1年，在重庆，然后有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的这样一个生活，很因为长得机缘巧太好看合，，然后于是到了这个圈子。机缘巧合，然后到了这个圈子，然后开始了北京的生活，已经在北京生活了4年了。哦。我也是在北京待了4年了，我是15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嘛，到19年正好是4年。我本人是祖籍是山东的，但我没在山东生活过，我生在贵州，但是我在贵州只待了4年，然后就去广东了，所以我这个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和漂泊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好像真的是不知哪里是故乡。哎，有这种体会，对。您是哪儿人呢？我是四川的，老家是泸州，对，老家是，但是我就是工作生活什么的，现在主要在成都，对。有在北京待过吗？有啊，也是亲身体验过北漂的。
2年到3年也算不短了。对我来说啊，对我来说觉得不短，没有坚持下来。对，没有坚持。然后就赶回老家去了。对。那圆圆呢？我是邯郸的，但实际上我们老家再往下数的话，就是邯郸市魏县北高镇，然后到村里。确实我也是典型的北漂。我08年考大学来了北京，然后就一直在这儿。对，我已经在北京11年了。我觉得社会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是在于这份考卷是没有考题的。啥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，每考一个卷子，每考一份试，其实都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于它有问题，它有答案，我们争取把那答案做对，其实就行了。结果到了社会，给了你一张考卷，一张空白的纸，不知道问题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你只管往上写，你整个人是崩溃的。所以没有正确答案，也没有正确问题，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陷入了迷茫。那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老家并不在大城市里面。有段时间大家老说逃离北上广啊，生活不舒服啊，然后就有一些人也的确是逃离了北上广。他回到家乡之后呢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？哎，肖战，你来读一下这篇读者来信呗。看，3年前我还在北京，因为被相爱4年的男友劈腿，整个人状态极差，想着工作3年也一直没有起色，失败感很重，想逃离这个城市。刚好家人亲戚介绍了一个佛山的工作机会，就趁机去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小城市。也奇了怪了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工作顺利了，遇见了现在的老公，很快就踏实的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想想才3年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都是源于换了一个城市。就是回老家了，结婚生孩子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过上了平稳的生活，遇到爱了，还遇到真爱，其实遇到爱了。也遇到如果回老家现在还单身，这个信就没有了。就是来的就是别的信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求介绍，不应该回老家。也许吧，对。哎，我觉得这里面引导出一个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婚恋话题。你有没有觉得老家的这个亲戚朋友啊，他们结婚都比较早，对，然后那个咱们在就是外地打拼的这些人啊，结婚普遍都比较晚，是的，是吧？是的。还有一些朋友呢，就是离了婚之后呢，一直也没有再婚啊。又增加了一个婚恋资源，谢谢你。对，我这守着第2波婚恋市场呢。然后那个我就觉得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在老家的时候比较容易结婚呢？就是为什么回老家比较容易遇到真爱呢？其实很早就经济学家研究这个话题，他就说为什么在小地方人们结婚比较早啊？因为人们不迁徙啊，当地的资源少，所以他们会倾向于越早结婚，他们抢到的这个优秀的伴侣资源就越有可能性。所以他就经济越发展，然后城市越大，然后大家遇到这个爱人的可能性越高的时候，他的婚恋年龄就往后推了。不着急了，他不着急了，他可挑选的多了，指不定哪只傻兔子就撞上来了，是吧？一只的往上撞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肖战，你是跟那个圆圆同龄的吧？你们俩？刚知道我们俩同岁。我想问一下，像你们2个，就是说年纪其实现在正处于婚恋的热门时期，你身边的朋友有结婚的吗？很多，就大家已经从小在那安逸圈里面待惯了，适应了这个安逸圈，可能父母这个时候就跟你说，哎，隔壁谁谁谁家的儿子还不错，女儿还不错，你看看，你觉得合适，就嫁了就娶了吧。其实可能大家从小在那个舒适圈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所以就很容易的去听从了周围人的一些安排。多种因素，他也不忙，有时候。对，不忙容易早婚，发现没？哎呀，不忙容易谈恋爱，你忙的时候哪有空谈恋爱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我经纪人，然后你知道他忙到什么程度？他跟人约会约早上7点钟吃早饭，然后我们还以为是喝早茶呢，不是，人家就吃了2油条1个鸡蛋。哇啊，就花了15分钟相个亲，这也太浪漫了。就是检验伴侣的勤奋度是不是跟自己匹配？对，就忙成这样，你说哪有空谈恋爱啊？但是能这样赴约的确实是真爱，不是，只能证明这男的起得早，你知道吗？也有可能在小的地方，你受到周围的亲朋好友的这个社会压力更大，就是社会舆论压力对你的这个影响更大。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比心，你恋爱这些可能更自由一些，山高皇帝远嘛。就我姐姐，她在就是20多岁的时候就出国留学，留在国外，就经常上那种国际杂志发表文章的那种优秀类型。然后原来回家的时候，
老家的亲戚就觉得哇，偶像明星，然后过了几年你会发现舆论变了，就是我姐姐现在回到家里面，她已经40岁了吧，然后家里的这个亲戚看到她就会就是很优雅的问她一句说，你解决个人问题了吗？就是人们那个标准就活生生的把她从那个地方拉下来，然后她又经历这个落差感，哦，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大家的榜样，变成了一个失败者。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，所以山高皇帝远的时候，其实你只要不回去，你回去还是能看到皇帝。哎呀，回去的时候就笑面人生呗，就人家说啥你就呵呵一笑。我原来的时候会跟这亲戚心态顶很重要。我原来的时候会跟亲戚顶，他们如果跟我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解决个人问题了吗？我就直接会说，你都知道是个人问题了，你还问我干啥？哎呀，厉害，学到了。我以前是那学到了。哎，肖战，就是你回家的时候，回老家的时候，会有人问你解决个人问题了吗？会啊。其实我现在也会被问，就包括我妈妈也会问，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哪个年纪啊接触一下？我说，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。好实在的偶像啊！现在的偶像都这么实在了吗？我以为还说，哎呀，我不急，因为我还是以事业为重。然后说，哎，等于失业。因为其实确实年纪已经就也不算小了。哎呀，你也没时间谈恋爱，就一天到晚那么忙，太忙了。对，也是。都是没时间谈恋爱的人，就谈恋爱真的很杀时间。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，最后都怎么样了？我们留在大城市里打拼啊，就是大家因为都在大城市里待过嘛，你觉得你第一个会想到遇到的压力是什么？孤独吧。对，其实你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工作或金钱，而是人际。就发现人际关系造成了我们大部分的压力跟烦恼。记得刚开始，中间我有4个月工作的时间，然后实习期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大家要好好协作，然后你跟那个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女孩子，你们之间要好好合作，然后每次交一个任务就说你们2个自己去分配。然后那个姐姐呢就比较强势，她每次都把就是好的活抢走，她就留给我一些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做的，然后她一直都这样，哇，我都会觉得回到家都觉得好灰暗啊！我觉得怎么压力这么大？我觉得大城市里的人都这样吗？然后就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说妈妈，那个我最近怎么样？我妈在那边糊了，她完全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她完全在另外一个世界。然后你这时候你一回到你的出租屋，你发现就是隔壁的女生又带她男朋友回来了，哇！你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是干嘛来的？就压力会很大，就偶尔这些瞬间。我现在回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北京，就是一个跟随大流，就是这种人际的这种交往啊，既没有帮助我的这个事业，反过来还成为一种心理负担。怎么说呢？就打个比方，你随便走进楼下一家漫咖啡啊，这一桌这个在 P1，那个什么 VP， 那边是 IP， 对吧？就是这桌3个亿，那桌5个亿，然后就是这种氛围下边，就是大家都在这么拼了，这么优秀，这么努力，就是那句话，就是长得比你漂亮又比你聪明的。你出身又比你好的人都比你勤奋，你还在干嘛呢？对吧？回家呀！太扎心了你。我觉得这种氛围会让人很焦虑。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，或者对自己很有积雪的那种，你很可能被裹挟，以及包括迷失你自己本来想做的事情，失去你的独立性。肖战，你呢？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我比较实际一点吧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因为到北京其实也不小了，那个时候已经23了。你到北京的时候都32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，其实也不小了。当时也毕业了，所以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，不要再用家里的钱，就不要再向爸妈要钱，就经济要独立。最大的压力来说，其实就住房跟日常开销，其实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压力。就比较实际一点，对，但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嘛。肯定对。而且男生面临的经济压力，我觉得是比女生更大的，对，因为社会对男性的物质上的要求是更高的。确实，这个太客观了。哎，不过我是那种崩溃于无声细节之间的人。有一次家里的那个半夜洗澡的时候，忽然水龙头就爆水了，然后呢，就整个水龙头在那个浴室里各种金蛇狂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又没法修，然后物业那个时候没上班，然后你整个人就是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的人生啊！然后我就
因为还穿着睡衣呢，还打了把雨伞，在那里修，然后觉得自己是一只倔强的海燕在暴风雨中挣扎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瞬间觉得好崩溃啊！那个瞬间我是真心的哭出来了，就我特别理解那种独居女性的心酸。然后还有一个瞬间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次出去跟朋友玩，然后喝了点酒，然后回到家里，在家里摔了一跤，没人扶起来，人在浴室里，然后呢腿摔得肿了，然后呢我当时就特别疼，但也爬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时我就想，哎呀。好疼啊！哎呀，好困呐！哎呀，好醉啊！然后我就默默地拉过浴巾，原地睡了。哇！第二天早起，腿肿得跟个啥似的，然后呢，整个人抱着浴巾在那想，哎呀，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说，我后来在北漂过程当中就发现，绝对不能独居，就是独居会增加不开心的概率。我发现独居会让人熬夜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勇气也好，还是你是拖延症也好，你特别难以进入黑夜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不管女性朋友她们自己怎么想，我都会邀请她们后来跟我一起住。就是我发现独居容易不开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女性朋友也会谈恋爱的。对，所以都市压力的第二个就是离别，你知道吧？就有一些朋友突然回老家了，或搞对象了，这个真的是。然后你突然就觉得怎么回事儿？就是我一个人了。我们刚才其实讲到的压力啊，好像就是男生会偏物质一点，这个能理解啊。女生呢会偏精神一点，但总而对，但是这个都是就是大城市所带来的。如果回了家之后，可能感觉物质上其实是安稳的，然后精神上呢好歹有爸妈作伴儿，然后发小都在，其实还好，对吧？那就是假设我们就回家乡了，就是我们崩溃了，对不对？一瘸一拐的回家乡了，爸妈我回来了，对吧？然后那这个时候。你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会是什么呢？就很多时候你回家，你也要装出一副，也要有面具，会担心你回家了，那你是不是跟大城市的小伙伴脱节了？你会不会更跟这个时代脱节？就各种复杂的心情，所以有时候回家未必也是一个就是更加轻松的选择。明白。对。圆圆呢？我姥姥家有40多口人，而且大家过年是要聚在一起的。就是比如说我舅舅家的表哥表嫂可能打架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吧？然后表哥表嫂会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舅舅，然后另外一个舅舅就会通知其他的姨，然后姨就会就是告诉自己家可能最得力的那个儿子，然后最后全家40多口人都知道了这个问题。我姨他们都很享受，因为他们每天他们工作完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对家长里短。啊，你在小城市里，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你就屏蔽不了这些信息。所以我就觉得被这样的一个琐碎裹挟的时候，你会其实体会不到太多幸福感。那肖战你呢？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家，就特别想家乡的小伙伴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，然后那段时间就挺累的。然后我脑子里面幻想了无数次，进门的时候我要跟我爸妈来一个拥抱，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喝酒啊，醉到天亮就发泄。但是当我真正的回到家乡之后，发现就是大家还是太理想状态了。你已经适应了大城市的停不下来的节奏，你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，所以就很想继续工作，再回北京。我高中同学80%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，就你根本没法聊了，你没法适应。对，你没法适应了，已经就是说都不是你愿不愿意跟人聊的问题，人家根本不愿意跟你聊，对不对？而且一旦他们当了妈妈之后，就会成为一个团体，然后你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个例。对，而且你就很尴尬，人家都带着孩子来，然后呢，你啥都没带，带个包来，对吧？很尴尬。因为我之前看朋友圈特别明显，几年前的朋友圈，大家都是晒什么合影啊，然后出去玩，每个人都是女的很漂亮，男的很帅，都会倒腾自己。然后这几年你打开朋友圈一看，晒娃，晒小孩了都，你觉得哇塞。你已经被同学远远地抛在了身后，就因为我一直是小城姑娘嘛，我也其实不是什么大城市的人，但我不能接受回家乡的一个原因是在于，家乡不好玩儿。对，就是无论是事儿也不好玩，他是人也不好玩。你在家乡，大家下了班回家先吃个饭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看电视，
看完电视之后，如果是第二天是周末，就出来吃烧烤、喝酒；如果不是周末的话，就赶快上床睡觉了。基本上都是这样。但是在北京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起码有好多东西可以看呐，你可以看歌舞剧，可以看话剧，然后可以去看脱口秀，可以去看各种演唱会。你晚上很丰富。是的，对。七姐有没有发现回到老家以后睡觉早了？我一向睡觉都很早，回家之后简直就已经到了那种老干部的那种，就是9点睡个觉，早上5、6点就可以醒来，中午再补一个午觉，就是这样的老干部节奏。这个也是我忍受不了。对，其实我确实在这一点上，我会就是家乡活、小镇生活的这种精神生活的匮乏，是确实让人难以忍受的。在小镇那种氛围哈，就包括就是满街那个音乐场，就是你会觉得哇，我老了怎么办？就是那些广场舞看起来也很难。哎，我妈年轻时候，我爸我妈年轻时候绝对是俩朋克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炫酷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在歌厅里蹦迪。哦 ，disco 那种。对，哇，各种摇滚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他们就带着我出去玩，现在可好了，就是我妈现在就真的迷恋上广场舞了。我就觉得，哎呀天哪，妈！我爸就很反感我妈跳广场舞，觉得她没有精神生活。因为我爸说有一次回家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广场舞怕扰民，因为很多广场舞阿姨啊，她们其实人很好，你跟她说过之后不要扰民之后，她们干件什么事情呢？就全部都不用喇叭了，她们每人带了一个无声耳机，每个人带了一个无声耳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画面更加诡异，非常惊悚。我爸晚上回家路过小区，看到一群人没有任何声息，在昏暗的路灯底下舞动。哇！我爸吓疯了，那个更搞笑。哎，我太难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问题了，它困惑了好几代年轻人了。可能过去的时代，选择一个单位，大家都是往一辈子望哈。现在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。可能这种不同是我们今天坐下来聊的意义。思维很活跃，然后口才也特别棒。然后我这种菜鸟级别的新手玩家有点紧张。就是你已经28岁了，一事无成。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，不是就是喝酒钱大小战。可能我无论可能以后做成什么样子，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这样一个浪子的一个形象。当我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之后呢，我就回了珠海，也没有顾上家庭，就跟他离婚了。哇，这个。他那个时候的选择是，我一定得把我妈从老家带出来，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。结果呢，他妈妈就在手术台上就去世了。我鼓励你有梦想，你也可以去追求，但是请拜托先给我一个心里踏实的。为什么我拍戏我也想让我爸妈来看我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。这个问题其实很现实。头上的月亮和现实中的6便士，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应该攫取哪一个。对。